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这个部分要来介绍的是这部从嘉义来的 W126280W123281的引擎的分油盘完修的引擎测试。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膜片是破损的，因为这部车应该是在8081年份的车子，85年之前，那应该到现在已经在40年左右，35年以上应该在37、8年以上。因为这部车子它轮胎是2005到现在，应该有17、8年没有停牌到现在。那因为停牌的车最可怕的缸体不是问题，最主要就是它的分油盘供油系统油箱卡死，然后油量浮筒也卡死，所有跟油有关系的全部都挂掉那分油盘大哥在整修完成以后，我们看到这分油盘很新很漂亮它加热阀，因为 M110的加热阀是在第6缸的下面拆修很不方便，但无论如何，大哥已经把它的加热阀已经整修完成了，数据也是非常完整，非常漂亮。那这部车子呢，除了它的分油盘以外缸压，我们现在讲缸压这部车子还没有发动之前，停了17、8年，一测出来的缸压几乎是5、6。都在8.5以下，因为标准是10到12 kg/cm 平方，不能低于8.5。它6缸都在8.5以下，这大哥是有预感，如果运转一阵子以后，它缸压也恢复正常。结果恢复，经过大哥引擎运转以后，缸压恢复了，而且非常漂亮，都在11左右，没有积碳现象。因为它里程表是3万多，所以说它不应该会有积碳的现象都在10、11左右，非常完整，终于把它救回来了。那所以说在缸压经过运转以后大哥持续运转。如果说因为当时分帮还没有完成，我光在怠速的部分就吃掉了应该有20-30公升吧，前后应该有6、7个小时分阶段的。缸压回来了，但是它缸压回来之后呢，因为40年的车子油封活塞换不是问题，油封气门油封漏油，因为硬化了，应该讲说硬化是松弛吧，6缸都吃机油轻微的吃机油。那吃机油的现象就是火星塞上面看得到，它火星塞旁边的铁圈都是油。因为刚好大哥最近也在找应该40年、30年以上的车子，气门油封，尤其它橡胶件油封这个部分一定会松弛或是硬化大哥在找了一种台湾能够买得到美国牌子从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它评鉴，整个评比不错的，而且价钱也不贵我要测试用它做实验组，不错。6缸经过加了那个就是那个，也就是说那个叫做 engine leak 就是防漏漏剂啦不错。它6缸的漏油的状况吃机油状况然后改善很多，状况是非常好。然后呢？它的所以说引擎现在应该是以 M110 它应该是100分了，因为它引擎转起来很细，声音很细，没有什么间隙那当然机油一定要更换的，然后水箱精变速箱油都更换了。分电盘的部分大哥整修，分电盘我没有换分电盘经过整修，然后量测它的数据都 OK 的，高压线也 OK， 只是大哥把它高压线的整修完成，然后给它排列整齐，从1、2、3、4、5、6这样子，以后在维修上面不会再烦恼说它到底是第1缸是哪一条线整修过之后就1、2、3、4、5、6
那车主那个保养厂的师傅，他至少他不会产生困扰，也不会弄错。那因为我们希望这车子能够再跑20年哈，所以说所有的环节我们希望都能够为将来着想啊。再来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水箱还是漏水状态，而且也不喷啊，大哥还没处理啊。刹车油全部都换掉，因为分泵的问题啊，没办法，分泵4个卡死，活塞拆不出来，没办法走修，防整套也找不到料。前轮4个轮子现在都换成126的啊，126的话就是框。它原来的14寸的框放不下去了，所以必须要改成15寸的框。它原来14寸的框已经塞不下那个 W126的分泵啊，一定要换15寸以上啊，至少以后我们在 W126的车口数多，料件充足，二手件也还不错还可以找得到。那因为123的几乎找不到了，我用126的280 SEL 规格是相同，问题是没有一个分泵是可用的那我们以后再开20年以后，126料件好找这问题刹车消耗件的问题因为车子要常开你这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最好天天开车子，越开越健康。就好像老年人90岁报废，车30年报废，这部车40岁了，以人的年龄他已经120几岁了，可能150岁了，身体要健康，要常常运动，多走路电池大概换新了。那再来我们讲说它的这个压缩机现在目前冷气还没处理，大哥不打算灌 R12，打算给它灌抽干净，灌 R134。虽然效果不会 R12那么好，但是应该至少没有 R12以后冷媒不好找，而且又贵，所以冷气部分还没有处理。那它的整个运作的部分，包含它的油箱大哥有拆下来整理它的油箱内的浮筒的滤芯，油箱滤芯。我们看到的黄的这个是，还好油箱没有堵塞了，那就是油量浮筒大哥换掉了完全卡死，所以现在油量表现是正确而且不晃动的。那汽油帮补、汽油滤芯吸下去全部都换掉了然后再来这最严重的就是它的回流管这一条应该要流回油箱，1分钟从这里进来，从这里流回去，一定要2公升以上。这条回流管到油箱要流回去的，堵死了。大哥只好给他就我们的心肌梗塞，我请他改回路了。改回路之后呢，目前它运作是正常的，然后它油管呢。动到哪里，油管裂到哪里，油管该换了，全部都换掉了希望在20年不应该再出问题。所以油管40年、60年的油管，橡皮管，除了宾士车以外，我看每一部车，日本车不要讲，我看都裂光光了吧所以该换的我都换了。希望我们为20年准备。那刹车分泵全部都换掉了，126换 W126，刹车油全部都换新那所有的接点大哥能够整修的大哥都尽量能够让它接点护佛剂或者拆下来，把接点弄干净。它的温度。风扇辅助风扇运转是正常的那个大哥在整修之后，给它稍微美容一下，看起来新漂亮的。引擎盖打开不漏气，水箱漏水大哥换掉了，发电机是正常的引擎角大哥已经换好了，所以它几乎方向盘不抖动等一下我们引擎发动，你会发现这部 M10，因为它的里程数少，所以说。声音是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间隙，而且运转是很畅顺的。那变速箱也很棒但是变速箱可能就是排挡橡皮那个
等一下那个要换掉了。还有档位开关啊 ，P 档不发动 ，N 档才发动啊。这些所有的橡皮管件，大哥都能够做保养，上了细油。那好，我们到车内来，我们来发动，来看看哦，它这整个的引擎的顺畅度啊，这样经过昨天第一次洗澡，车子看起来多漂亮，哎 ，OK， 好，这个来。这个里面的这开关大概都还没整修，因为它送风不正常，开关运作也不正常。这个大哥这2天要拆下来，好把它整修。然后呢，好，大哥来做过，我们来看，啊，转速表3万，不，里程3万多。OK， 大哥来红火，哦，它这个小灯啊都不亮，大哥这2天也要整修了。因为在这3、4天以内，大哥要把车交给新的车主啊，所以大哥还要再努力了。因为大哥他跟我讲，新车主跟我讲，已经是车主的第3代，他跟我讲说他要车距啊，无论如何，这部车在台北这边已经待太久了，大哥也压力很大，希望赶快把它弄好，让它能够重获新生哦，让他下半生是能够活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健康自在。OK 啊，大哥来，我现在温度40度以下，大哥来做个发动。哦，这1点就着，而且他这部车子提速是很正常的。我们到外面来。因为它的引擎提速啊，冷车提速，它是靠机械式的，下面有一个热感应法啊。现在转速，我们看一下是转速900多，6到900多 ，OK。它引擎提速、引擎加浓都很正常的，因为今天特别热，今天台北温度31度，前2天还在20度、18度。所以它提速不明显啊，还在900多转啊，940转。我们看到它的它的那个加热阀的压力，现在其实刚刚应该是在2公斤了，现在已经到3公斤了，等一下到4公斤它要停止，这个是加热阀对冷车提速，所以现在一发动就马上可以离开了，马上可以可以离开，不用等上班来不及啊！它的我现在我转速提高了哈，现在转速提高，还是会降下来啊，一定在900多以上。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回流量啊，现在2.2再加4啊，修正值2.6，所以它回流量这个管子大哥已经给它改回路了哈，心肌梗塞。给它改回路之后呢，现在流量是正常的，那变速箱运转是很顺畅的，因为现在还在冷车状态，温度还没有上来，因为引擎角已经大哥换过了，所以说它引擎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它的怠速啊，这斜面斜的，连动都不动，引擎非常稳定。开回嘉义，因为大哥希望说从这里开回去，离开的车子都能够达到环岛的要求，这个车是没问题的。因为大哥已经试了好几天了，只是到昨天才能够道路测试，因为分泵的关系，所以说，以目前来讲，车子开回去，如果引擎的部分可能就是在3、5年以内，就负责加汽油跟换机油，其他的应该是 OK 的。因为是传统的机械式的东西啊，电子零件很少，因为电子零件老化我们都看不出来，那机械式的东西我们看得到，所以说其实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你会修会调的话，
机械式就像机械表跟石英表是不同的。石英表要更换机芯，机械表就是要上油换零件。温度还没上来，现在大概在40多度。是非常顺畅。大哥现在这2天要处理的就是这个虚位的问题吧，这个虚位要换掉，然后档外靠要换掉，因为它 P 档没办法不能发动，然后再来它小灯小灯都不亮，那仪表板也不亮大哥来开小灯，仪表板它不亮的，不亮，完全都不亮，所以这2天要赶快整修，冷气想办法把它弄好，让车主能够很快乐的回去，然后给他阿公一个惊喜，让他阿公再回复他年轻时候怕拼的时候，然后开车的一些记忆一些整个他的年轻的时候的历程还有就是呢，灯也都不亮。那无论如何，我们把车内洗干净，外表大概做一次初步的美容，那让这部车子，因为这部车子越洗越漂亮的，到时候车主呢就好好把它打包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再开个20年。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希望W123、W126、R107这些超过40年的30多年、40年的车子都能够很健康的过它下半生。那这是宝贝了。到时候电车的世代来临之后呢，机械表好像机械表跟石英表的世代交替，机械表到时候会越来越贵重了。就跟机械，我们这个年份的机械车没有环保的问题，机械式的可修可调这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看到这个油量表，其实油量表，你先看不出来它有没有晃动。其实大哥试车，油量表是稳稳定定的，为什么？还好啦，机械式的东西都可修可调，只要你会都没什么问题。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